在中国从零开始建立俱乐部，玩真人版足球经理是什么感受？大家好，我是玩真人 FM 的石小桃，今天又来给各位铜匠足球俱乐部的股东大人们汇报工作啦。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不是小时我懈怠工作啊，确实是俱乐部运营方面有很多进展，汇总在一起啊，通过这一期视频让我给股东大人们好好汇报一下。本期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分为3大板块。第一个，俱乐部最近做了什么？俱乐部正在做什么？俱乐部明年计划做什么？就以这3个板块，我们先从上期视频的进度开始，按照时间顺序慢慢讲。那这段时间呢，球队参加了上海本地的一个业余杯赛，奇异贺岁杯，一共5场，1平4负，小组垫底。但是看过直播或者比赛录像的小伙伴应该能看得出来啊，整体球队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比赛结果固然很有遗憾，但是看到球员在赛后我们自己的球员群里没有任何争吵，都在找自己身上的问题，在分析这个球该怎么传，这个球该怎么处理，真的很感动。球员里包括我自己，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有1个主裁2个边裁的比赛，在比赛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球员的好胜心被激发出来了。那输了不甘心，他们想让自己变得更强，踢得更合理，让整个队伍变得更加有战斗力。有句话叫外部压力可以促进内部团结，也可能导致内部崩溃。但很多队伍都会因为成绩不理想而产生内部冲突，互相指责，你怪我，我怪你。但是很庆幸我们没有，反而因此变得更加团结，训练更加积极。那比赛期间呢，我们也协助赛事组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组织球迷观赛和线上解说业余比赛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 slogan， 用专业的态度做业余的比赛，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俱乐部一样，用尽量专业的态度和内容去做一个业余的足球俱乐部。虽然说有部分规划内容没有按照预期做完，但是通过线上的观众的反馈以及线下球员、球迷、主办方的反馈来看，这个模式是值得继续尝试的。那明年我们也会在组织赛事上面继续投入精力，也邀请了我的小伙伴，也就是我们球队前段时间御用摄影师加入到我们球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那每一场比赛的原声纪录片我会慢慢的剪出来，在现在这个账号下更新。那比赛的前4场的解说版已经在铜匠在努力这个账号下更新完毕了。那第5场呢，由于这个推流的问题，就是一直断断续续的，只有前半场是有内容的，后半场都是很卡，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出来。那未来也会在这个铜匠在努力这个账号下发布一些不太适合在主账号发的俱乐部相关的视频。那我们继续按照时间线聊啊，踢完贺岁杯最后一场，颁奖典礼举行完毕之后，我和教练组的小伙伴披马赶到铜匠 U7 队伍的友谊赛场地。看过前2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铜匠俱乐部之所以叫铜匠，是因为我们起点就是做少儿足球培训的兴趣班，其实就是自己小孩组了一个队伍，然后 A 一下这个教练费，慢慢的这个做起来了。小朋友的队伍建立比成年队其实要早很多。那铜匠兴趣班的标准就是每周1节课，1节课39块钱。在上海听到这个价格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么便宜，这也行？1万小时定律在少儿体育培训上面是非常真实的一个铁律。相比起每周3练甚至1天1练的其他小伙伴，在基础上面确实会有客观上的差距，但是以兴趣班的标准去看的话，其中有几个小朋友踢得还是不错的，可以尝试约比赛。因为人数比较少，我们现在只有 U7 一个队伍我们这次约的友谊赛是5人制有守门员的比赛，小组共3个队伍，循环赛积分制，16分钟一场，半场休息1分钟。那对手方面呢，纸面实力最强的是小赛虎的1年级精英队，从兴趣班中选材，然后每周加练的一个队伍，选材面更广，学生家长也是真的支持小朋友去踢球。其中还有几个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小朋友叫小梅西。那本小组另一个参赛队是10号足球俱乐部 U7 1年级的一个队伍，而我们队伍呢有一个小朋友其实是2年级的。那赛前呢，教练组也和家长沟通过，这是小朋友们第一次参加偏正式的比赛，心态要放平。我们1周1练踢不过1周3练的很合理，对不对？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精力，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赢了呢，也是对我们努力的一个褒奖。那铜匠成绩
即使垫底，家长也不用去苛责小朋友，主要也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氛围，找一找比赛的这个状态，为了下次的这个更正式的比赛去做准备。顺带呢，也让这个兴趣班里踢得比较好的这几个小朋友，平时比较狂妄的几个小朋友见见世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不对？我们第一场对战的就是小赛虎第一次踢正式比赛，小队员是完全懵的一个状态，不出意外就是被踢爆了。谁知道踢了2-3场之后平时比较佛系的小朋友的这个泄性被激发出来了，终于意识到比赛不是朋友同学之间的玩闹，也不是平时训练结束之后的这个小比赛，人家是真的真刀真枪跟你干。这个帮小男孩平时可以接受输不是不在乎输赢，而是因为不在乎输给自己的朋友，输给自己同学无所谓。那可以输给朋友，但不能输给陌生的同龄人，这个战斗的意志就被激活了。讲到这里不出意外的话，要么是加广告，要么是出意外了。那确实是我们后面3场中间有一场是进了小赛虎1球，平了10号俱乐部1场，甚至说我们最后还赢了10号俱乐部1场，积4分排小组第2。教练组当时就不住的感叹，小朋友队伍比成年一线队争气多了。在开场一脸懵的情况下，后期竟然还能逆风翻盘，真的这个非常考验大家的意志力。从一开始不在状态到主动对抗，摔倒了爬起来就干，场上激烈的战况也是把这个观赛的家长也都给点燃了。家长们，特别是我们这一批的家长们，从一开始的这个不敢大声的给自己小朋友加油，到变身就跟5大联赛的这个死忠球迷一样嗷嗷叫，我自己也是很在状态。成人队和小朋友队伍的比赛我们先聊到这里。在年前我们也安排了几场训练和友谊赛，其中有一场我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现役职业球员11亿，如今在今年冲乙成功的贵州筑城竞技司职边前卫。那11亿之前在上海申鑫、青岛中能，也就是现在青岛海牛济南新洲淄博奇胜都有过出场记录，也曾好几次入选过这个国青队，有丰富的职业经历，给我们球队带来了非常宝贵的职业梯队方面的经验。那俱乐部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想法，让我们有了很多未曾设想的思路。那以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俱乐部在踢球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概述一下运营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配合赞助商潘帕斯拍摄了我们第一版球衣广告，请了我们队伍里面最帅的小谢6号球员谢启轩，外号谢宝，来配合我们拍摄，详情可以参考这期视频。那因为摄影师的相机放在宁波没有带过来所以只能用手机拍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换了新手机那新手机一定很贵吧？不贵不贵，因为我们在骗你的，没有广告，也没有换手机，就是怕大家看这一期视频时间太长了无聊，给大家提神。第二个就是球队增加了1名股东，就是我们的摄影师肖哥，那主要负责未来俱乐部运营方面的工作。我说以他的能力做这一块太屈才了，但是他在场地上说他很喜欢与梦同行的感觉。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准备在明年自己建一个球场，主要用于青训和俱乐部的训练，因此这段时间我们也找了不少场地。考虑到成本因素我们可以先建一个5人制的场凑合用用，成本核算之后不算地租的建造成本应该是在6到10万左右，一个非常不错的5人制球场了。用我们自己的青训来填充时间，回本周期大概是在1年半左右，算不上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但是比较稳妥。那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也比较低，比不上什么奶茶店、炸鸡店3个月回本，1年血赚，1年开5家分店那种第四个就是和教练组沟通确认了明年的规划成人队分为2个大队，一线队和预备队。一线队第一批大名单8个人签兼职合同，训练和正式比赛都是有兼职工资的，也会有进球奖励赢球奖励这些机制。那剩余的小伙伴都暂时分到预备队，如果人数超出了太多，则分成多个队。那比如预备 A 队、预备 B 队、预备 C 队，或者红蓝黄都可以。那一线队的目标是在25年踢上区级别的联赛，预备队则是继续参加业余比赛。那很多小伙伴不知道的是，这个上海市行政级别是和省市同级别的，它是一个直辖市。在上海区一级的单位对应的就是正常的市级单位。就人口来说，以浦东新区为例，接近600万的人口，比做一个强2线城市绰绰有余。
那结合上海的足球氛围，就区域级别的联赛大家也别小看，其实从实际出发的话，它是一点都不弱的。教练组方面啊，主教练何鹏，技战术分析师甘林俊，助理教练彭泽凯、刘思静、张宏岩。一线队的训练内容，教练组会全员参与，预备队将以技术能力的高低分开进行训练，最大化的提升每一个人的实力。那基本功好的和基本功差的单独定制训练方案，由助理教练组织训练。那青训方面呢，核心思路是扩大选材范围，用我之前的话来说，就是耕耘足球土壤。有了选材基数，才能进一步筛选出来这个好苗子。那39块钱一节课的兴趣班是我们的基石，希望用低价但不廉价的课程，减少家长的负担，吸引更多的小朋友亲身体验足球带来的乐趣。那我们会将兴趣班分为小班和大班，以及精英队或者我们叫梯队。算了，就不要叫梯队了，我们现在叫梯队还是有点太早了，太狂了，就叫精英队吧。那主教练呢是何鹏、甘林俊，还有我自己。见习主教练彭泽凯，助理教练就是刘思静、张宏岩、刘新宇。小班以培养兴趣为主，主要降低家长的试错成本，先让小朋友喜欢上踢球，让小朋友对比赛有胜负欲，再考虑技术技能的这个导入。那教案呢会重游戏轻练习，当小朋友他想去踢球想胜利，那为了提升实力不排斥单项训练的这个时候啊，他就可以升到大班了。那大班呢就是按照常规的技术技能导入实战的这个概念对小朋友进行训练，但是要考虑到兴趣班它的属性，一周一练，一练才1小时，那我们的目的就要干嘛？主要就是培养足球土壤，循序渐进打好他的基本功，那未来他就是野球场的大腿和校队主力。那定得太高，什么梯队啊，未来走职业足球啊，这个一周一练不太现实。如果家长愿意的情况下呢，并且小朋友也不排斥的，那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精英队，预计是1周3练。那小班和大班现在是正常训练1年了，精英队的计划在球场建造之后我们也开始推进，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精英队的框架了。这里的小班、大班、精英队它并不是只有一个队啊，也是根据人数和年龄来去分成好几个队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U7，但是未来肯定不是只有U7的。小班暂时不规划任何比赛，大班会报名这个商业属性的杯赛，就是大家都是兴趣班的在一块踢一踢。那精英队呢，预计就会报名参加潘毅杯这类的比赛，包括和其他俱乐部组织一些交流的友谊赛。第5项就是赞助商方面，那最近有在沟通新的赞助商，有结果了我会更新出来的给大家看的。那现在有的赞助商呢，我们也会推出更多的合作模式，争取让赞助商这个投入啊，它不要打水漂，最好是实现双赢。比如说潘帕斯方面，我们会推出除球衣以外的其他的定制产品，像风雨衣、棉服、儿童球鞋这些。像赞助商祥城山核桃这方面，我们会推出定制的产品包装，有点类似于我前面买的这个广州队加懒猫合作的卤鸡爪，到时候可能就是在原包装上加一个铜匠球队的贴纸。那里面的东西呢还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价格可能会比原包装版本的贵个1块钱左右。下单之后呢，也会送一份这个铜匠的小周边，当然它有可能是贴纸，也有可能是徽章。那贵1块钱不是为了多挣这1块钱啊，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是冲着买核桃来的，那肯定会买便宜一点的，反正是一模一样的东西，19.9块和20块，大家肯定会买19.9块的嘛。这个时候大家还会买贵的那一款，那肯定就是冲着铜匠来的了。就这样的可以做好区分，方便统计。卖了之后呢，也能给铜匠一部分提成，那增加一些这个俱乐部的收入。然后是草根足球经理马琳娜挖掘者这边，暂时没有太好的思路啊，我的流量还没他大呢，那只能争取说多发发视频给他引引流，具体等空下来之后，我和硕哥再单独聊一聊，看看有什么契机可以合作一下。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机缘巧合之下，我们拥有了第2个社区商铺的赞助商陈记地坛火锅，这个就真的不是我朋友赞助的那个何炅地产，然后他不是我朋友赞助的了，这是真正自己找的了。具体的缘由是呢，我的一个小伙伴收到了一张传单，羊蝎子火锅的价格远低于我们认知以内的价格，然后我们几个就出发去打假探险，那天比较闲，结果无假可打，它真是这么便宜，而且分量真的不少，很足，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那这个商家的这个行为确实感动到我了，我就说我帮你宣传宣传，老板很开心，拿出传单给我。但是我思来想去，发现我直接发广告，这个效果貌似不是很好啊。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这个我合情合理、理所应当，不是那么难受的发广告？我说不行，就让老板掏点吧，成为我们球队的赞助商，不就能大大方方的宣传了吗？对不对？然后找老板聊了大概15分钟，搞定啊！对抗服的这个赞助商拿下。正好呢，俱乐部年会需要找场地，本来我还在犹豫是俱乐部出钱还是 AA 制，这一下年会问题也直接得到解决了，赞助商出钱。社区里面的小饭店嘛，那环境肯定是比不上5星级的，但是它很接地气。人家英格兰小球队一个小破酒吧都能赞助，我们一个小餐馆赞助很合理吧？而且在我们国内酒吧文化它不是那么火，但是饭桌文化它很悠久。让我们就和老板约好，以后凡是这个带铜匠元素周边的这个小伙伴去吃饭，不管你是徽章这个衣服啊还是什么，反正只要是周边，老板都会给打折。如果铜匠未来有比赛可以直播，也会在店里面这个实时的播放。英格兰在酒吧里面边看比赛边喝酒边讨论，我们在社区饭店里面看铜匠的比赛涮着火锅，没毛病吧？然后1月29号训练完之后，我们就走了不到100米，直接来到赞助商的店里面参加年会。这100米，这球队还不够社区吗？这还不够接地气吗？然后我们的年会赞助商还给俱乐部额外提供了啤酒畅饮，还有更丰富的一个涮菜，这个就不多说了。还争取到另外2个赞助商提供了2份3核桃大礼包以及2个长袖训练服当年会抽奖礼品。总的来说，这个年会普通是普通了一点，但是也更接地气了，更符合我们草根俱乐部的一个定位，更符合我们社区俱乐部的一个定位。那第6个就是俱乐部明年可能会发售一些俱乐部终身会员卡。那除了它周边和名牌这些主场观赛票这些长安联合有的我们都会有，我们还准备拿出来一部分比例，让精神股东超进化变成真实股东，真正的参与到真人 FM 游戏的运营中。大概是个什么身份呢？你就是游戏里面天天给我写邮件让我干这干那，要有什么预期的那个董事会。当然你也是球迷代表，暂定是2000元一份，这不算非法集资吧？我问过律师了。第7项呢，俱乐部在最近运营的过程中呢，也帮助了3个业余足球俱乐部和1个业余篮球俱乐部。4个队伍的负责人看到我们的内容之后，对我们很感兴趣，加上好友，我也没有私藏，把我的建队的思路、想法、规划，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解决掉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全盘分享给了大家。那或多或少能对大家起到一些帮助吧。如果他能做好，那我会更开心。其中也有俱乐部通过这个组织起来一批人，也有这个小伙伴用我们的方式找了一些赞助商，希望大家都能越做越好，让这个基层的足球氛围变得更好，也包括篮球。那时间线很快来到了2025年1月，1月1号，我们的小朋友队伍，就是我们上次参加这个比赛的友谊赛的U7的队伍，又来参加了小赛湖举办的杯赛，上海铜匠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赛场上了。按照我们兴趣班的定位应该是安排一些旗鼓相当的对手更加合理，但是赛事方基于我们在上一个月的友谊赛中爆冷踢赢了10号足球俱乐部的这个战绩，调整了分组，把我们分到精英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对手更强了。4支队伍分别是小赛虎精英队、10号足球俱乐部、江东少年俱乐部以及我们上海铜匠足球俱乐部。由于上次踢得还不错所以这次我们对比赛还是有一些期望的。结果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喜提5轮全负，跟我们成人队一个级别。然后这个差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场边的家长心态都爆炸了，有几个家长都看不下去了，就不看了。最后一场的时候呢，上半场丢2个球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就是把自己的主力队员石无忧安排成了守门员前面他一直都是主力队长就在大家这个提不起心气的情况下，我们不小心触底反弹了。守门员石无忧后场拿球不传球，自己带过了1个2个把对面所有球员全部过了，射门被扑出，补射成功，扳回一城，队魂重新被激活，小朋友们直接压出去打了，反正不进球也是输。那守门员也直接压到对方半场组织进攻，在读秒阶段，凭借黄归莹开出的角球，王佑上一脚垫射，在最后时刻2-2绝平，成功把比赛投入了点球大战。
通过朱德润、石无忧、黄归云打入的3球，3-2拿下比赛。对手的家长们从笃定到犹疑到震惊再到不可置信，整个过程堪称终极励志，酣畅淋漓。笑容不会消失，只会从对方家长转移到我方家长脸上。最终每个小朋友都获得了一枚铜牌对我来说，这个铜牌拿得比得银牌还开心因为什么呢？第2名可能会认为自己发挥失常才得了第2名，但我们这第3名是我们把预期已经放到最低的情况下，他给我反弹了。教练组和家长真的被爽到，晚上就直接带石无忧，对，石无忧是我儿子，去吃了他心心念念的自助餐，而且点的是最贵的那一款。截止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最近2个月就忙了前面说的这些事情，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多，但实操起来沟通起来确实会花费不少时间，希望大家多多理解。这期视频篇幅已经太长了其实每一件事的素材呢，单独拿出来也够做一期原生视频的。后续呢，我会把这个视频慢慢的补上，这个剪起来就快了。我前面有一段时间不是不想剪，确实是因为我踢完比赛之后，我这个肋骨4、5、6 3个肋骨全部都骨裂了，非常的疼，在家里面也躺了一段时间。这不是理由，这是借口。写到这里，我发现就在未来规划这一块已经并入到前面的这部分就是内容里面去了。在这里我就不把最后一大块再去复述一遍了。那最后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董路由上至下的影响，还是我们这样试图通过由小到大的影响方式，它都是为了中国足球能有更好的发展。那路线不同，但目标一致。精英有精英的方式，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办法。那一起努力才能建设更好的足球环境希望大家共勉，也不要引战。广州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有了很多思考，有机会把这一部分的思想分享给大家。那前几天我们结束了俱乐部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次训练，大家聚在一起拉伸，在草坪上面畅谈对明年的展望。铜匠足球俱乐部这个项目，坦诚的说，从一开始就是不被周围人所认可的，到现在成功聚拢起了一群热爱足球的爱好者，有了自己的赞助商，并且实现了短期的盈利，比我预想的好了太多太多。我刚起步的时候没有立下什么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只是抱着不妨试一试的这个念头而已。我也不知道我能做成什么样子。做到这种程度，其实让我想到当年明月麾下的徐霞客，就在他那个书里面《明朝那些事》里描写的大多数都是王侯将相的生平，但是结尾的这个人物就是徐霞客。有一句话很经典，大家应该都听过，我在这里还是想再说一遍。所谓的名利百年，权霸千年，永盛不衰，和一件事比起来都不算什么。这件事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你的一生，小人物的光也可以照射到其他人。有想法不妨大家都试一试。这一年来有很多网友咨询过我草根足球俱乐部搭建的细节，他们有的志存高远，有的脚踏实地。其实我能分享的内容都在之前的视频里详尽介绍过了。他们找我沟通，其实我认为大多数都是希望唤起内心的共鸣和热爱。那我每次沟通电话我都会以不妨试试作为结尾。他们也可能会想让我来给他们看上去好像已经做成的一个项目负责人，给他一个坚定的信心。我想先不去着眼太远太大的未来，先行动，先出发，加油！2025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如果感觉这一期视频还不错的话，不要忘记数字3连，并且分享给你喜欢看球的小伙伴。最后就是真的有小伙伴能看到这里吗？看到这里，这一期视频实在是太长了，如果